F-16首次出战，克里米亚3套 S-300被摧毁，俄军苏梅攻势启动，却被打出了沃夫昌斯克。第一架 F-15EX 服役，乌克兰苏-25装备锤子莱茵在乌开设新工厂。6月9号，英国天空新闻援引一位乌军消息人士的话说，一架乌克兰战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别尔格罗德市，目标是俄罗斯北方集团军的一个指挥所。如果属实，这将是乌克兰空军首次对俄境内目标进行空袭。这位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虽然损伤评估仍在进行中，但已经可以确定乌军的空袭直接命中了目标。有媒体试图向乌克兰空军求证，但目前为止，乌克兰空军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这就有些古怪了，因为平常乌克兰创造这等战绩，不说进行宣传，至少也会给出一些看法。比如之前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别尔格罗德州的防空系统，乌方虽然没有正面承认，但也给出了模糊的说法。如果是谣言，那么乌克兰可以直接选择辟谣。而这次乌克兰却选择保持沉默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大兵猜测可能是乌空天军使用了北约明确解禁清单外的武器，对俄罗斯境内实施了空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乌军到底是用了什么。一般来说，面对这种处于纵深的高价值目标，乌军会通过风暴阴影导弹进行远距离打击。比如在去年9月，乌克兰空军就使用数枚风暴阴影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塞瓦斯托波尔港进行了打击，造成了2艘登陆舰受损，多人死伤。目前英法已明确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打击俄境内的军事目标。这是一种射程可达500公里的空射巡航导弹，能够装备在乌军的苏-24战斗轰炸机上，用于打击指挥所这种高价值目标，再合适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 GBU-39激光制导炸弹，法国的 AASM 锤子炸弹。和风暴阴影相比呢，这2种炸弹的射程较短，当量也比较低。以 GBU-39为例，射程大概有110公里，能勉强够打到这次的事发地。同时呢 ，F-16将在本月抵达乌克兰。目前，乌克兰的 F-16分别由4个国家提供，是荷兰、丹麦、挪威和比利时。丹麦和荷兰2个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 F-16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其余2国呢还没有明确表态。如果乌克兰这次使用了挪威和比利时的 F-16进行了这次袭击行动，那么出于政治原因选择沉默也属于正常现象。比如之前乌克兰的爱国者在俄罗斯领空击落了一架俄战机，乌克兰就表现出了和这次一样的沉默。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次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是乌克兰空军首次动用 F-16。当然也不排除天空新闻的那位线人情报有误，这次打击俄境内并非乌克兰空军，而是乌克兰陆军。目前呢，乌克兰陆军手握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件大杀器，可以攻击300公里以内的目标，但美国明确表示不允许乌克兰使用该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无论乌克兰使用了什么手段，仅仅以俄本土首次遭遇空袭这件事就是2战以来的首次了。未来随着 F-16和幻影2000加入乌克兰空军，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继续压缩俄罗斯进攻部队的生存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22年2月，俄罗斯国防部就声称已经完全摧毁了乌克兰空军。现在看来，乌克兰空军不仅活得好好的，还能反过来攻击俄本土，这属实是令人有些忍俊不禁了。当然，俄罗斯国防部令人忍俊不禁的不止这一件事儿。想必各位观众还记得，6月8号，一架俄空天军的苏57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现在有俄罗斯军事博主爆出，遭遇袭击的不是一架苏57，而是2架。目前尚不清楚2架苏57的受损情况，但无论是损毁还是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的脸色恐怕都不太好看。尤其是最近一段，俄国防部才刚刚换将，上了一位经济学家，没想到这2个月就被乌克兰做了一笔几十万换几千万的买卖。6月9号，俄罗斯军队开始对苏梅地区发动进攻。有视频证据显示，俄步兵越过了苏梅边界，并进入雷日夫卡，总共向乌克兰领土推进了约730米，可以说是进展神速，妥妥的大捷。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声称，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成员也参与了这次进攻行动，并且占领了整个定居点。不过呢，也仅是声称，目前没有任何视频证据表明阿赫马特参与了攻占雷日夫卡东北部的行动。乌克兰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麦辛克在6月10号表示，乌克兰军队从冬季以来一直知道车臣部队在边境地区活动，进行突袭的车臣部队是一个小型破坏和侦察小组。虽然俄罗斯在苏梅地区取得了几百米的进展，可在东部的沃夫昌斯克，俄军的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在几天之前，俄军几乎完全控制了河北的市中心，但在几天之内，乌克兰步兵通过架设浮桥的方式渡过了分割沃夫昌斯克的沃夫恰河，将俄军赶出了市中心。目前，俄军在沃夫昌斯克仅仅控制着城西的一条窄窄的城区。可以说，俄军的沃夫昌斯克攻势已经基本失败。当然，虽然丢了沃夫昌斯克，俄军依旧没有放弃，妄图凭借人数优势绕过乌军。目前，俄军在沃夫昌斯克东部，包括季赫在内，发起了进攻行动。一部分俄军已经推进至了沃夫恰河河边，但只要乌军控制在沃夫昌斯克这座主要城市，俄军就无法冒进。不过，在东部战线，俄军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还是在恰西夫亚尔方向。俄军在6月10号在恰西夫亚尔最东部的 K 区推进，基本控制了 K 区的东南部，开始继续向运河推进。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罗申中校强调，俄罗斯军队尚未越过运河，乌军可以依托运河对俄军进行有效的战术防御。从恰西夫亚尔战役爆发到俄军终于穿过了 K 区，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而恰西夫亚尔一共有7个城区，按照这种速度，俄军想攻占这座城镇，想必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库皮扬斯克、西维尔斯克、阿夫迪夫卡西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俄军的推进依旧缓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仅如此，在顿涅茨克市西南的索洛德克，乌军夺回了之前被俄军占领的防风林地区。总体来看，乌军的情况比前几个月已经有了很好的好转，甚至可以在局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夏兵相信，随着 F-16抵达乌克兰，战场形势会继续发生变化。6月10号凌晨，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再次对克里米亚的俄军基地展开打击。乌克兰国防部声称，位于该地区的一套 S-400防空系统、2套300防空系统被摧毁了。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这次袭击乌军至少发射了12枚 ATACMS。这是从4月16号乌军使用 ATACMS 首次摧毁战科一机场附近的 S-400以来被打爆的第5套 S-400了。比较搞笑的一件事呢，是今年1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伊拉克正在就购买 S-400一事同俄罗斯军方协商。结果几个月之后呢 ，S-400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记录下，用尽浑身导弹疯狂拦截，最终还是难逃被 ATACMS 打爆的命运。之后，伊拉克就迅速放弃了购买 S-400的想法，转而去购买韩国的天宫2。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人批评乌克兰如此大规模的使用 ATACMS 是否有些浪费，但大兵想说，一枚 ATACMS 不过才150万美元，而一套 S-400的成本为6.25亿美元，就算100发 ATACMS 换一套 S-400，对乌克兰来说也是赚的。目前唯一的问题呢是乌克兰还有多少 ATACMS 可供对俄罗斯的进攻性打击？因为现在俄乌战争有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希望乌克兰自己能把握好尺度，不要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第一架 F-15EX 战斗机服役。6月5号，一架 F-15EX 从波音公司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这是在圣路易斯工厂制造的18架 F-15EX 中的第一架，它将分配给波特兰国民警卫队空军第142联队，也是预计交付的 F-15EX 中的第一架。联队指挥官迈克尔·科斯德卡上校在空军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国民警卫队空军在现役部队之前接收新武器系统是不寻常的，但142联队的飞行员，包括维修人员、加油员和后勤人员的技能，将使该联队成为 F-15EX 的第一个理想伙伴。科斯德卡补充道，
据我所知，这是国民警卫队第一次在现役部队之前获得重要武器系统，这是一件大事儿。随后他表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通过我们的247警报任务，保护太平洋西北地区。科斯德卡表示，他对这架喷气式飞机的第一印象是，虽然它看起来与它的前身 F-15几乎相同，但它的发动机比 F-15更安静。来自基地周围的数百人看到这架喷气式飞机的到来，当他们着陆后打开顶棚时，欢呼声、鼓掌声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令人兴奋。波音公司表示，空军的第2架 F-15EX 将在未来几周内飞往波特兰，并很快完成第一批 F-15EX 的生产。美国空军计划购买98架 F-15EX， 这是 F-15的最新版本，具有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包括电传操纵和改进的电子战能力。波音公司表示，它现在每2个月能够建造大约3架喷气式飞机，并希望从2025年开始加快步伐，达到每月建造2架的速度。F-15EX 将取代一些 F-15C 地形，因为美国空军一直在计划退役老式战斗机，但空军2025财年的拟议预算只准备购买18架 F-15EX， 比最初预计的少了6架，并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停止进一步采购。大兵认为 F-15EX 作为重型多用途战机，以更强的攻击能力著称，但同时其机动性和没有隐身能力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它在危险地区的生存能力，这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将 F-15EX 率先部署在以防守战为主的国民警卫队。乌克兰空军司令部航空负责人谢尔盖·霍鲁布佐夫上校透露，乌克兰已经成功改装其苏25攻击机，以部署先进的法国 AA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增强了他们打击俄罗斯军队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霍鲁布佐夫上校表示，我们的苏25飞机已经现代化，现在可以部署配备火箭发动机的炸弹，这些被称为制导滑翔炸弹，我们使用它们非常成功的。他表示，这些炸弹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乌克兰的航空弹药库存在激烈的第1年战斗行动中就耗尽了。最初，乌克兰空军依靠现有的苏25使用非制导炸弹对抗俄罗斯。随着这些物资的减少，美国从其储备中提供了阻尼火箭，以维持乌克兰攻击机的作战能力。然而，阻尼火箭的库存很快也用完了。为了保持苏25飞机的战斗力，乌克兰军方对其进行了改装，以部署法国的 AASM 锤子制导炸弹，其精度和射程更高，使苏25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AASM 全称为高度敏捷模块化弹药扩展射程，是一种最先进的法国制造的武器系统。该系统包括了一个带鳍片的制导套件和一个后置火箭助推器，以扩大炸弹的射程。其射程可达70公里，战斗部重达250公斤，可以轻易摧毁坦克和轻型混凝土建筑。6月11号，莱茵在乌克兰第1家工厂进行了开幕仪式，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卡米申参加了仪式。他表示，这种合作将使乌克兰国防能力融入欧洲防务框架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欧盟的集体安全。与莱茵金属公司建立这一联合设施，是乌克兰迈向胜利的一步，也是建设自由世界军火库的重要里程碑。该设施由乌克兰专家组成，在莱茵金属提供技术监督，将通过直接在乌克兰境内提供快速维修和保养服务，来加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备状态。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德米特罗·克里缅科夫指出，与莱茵金属公司开设第1个联合中心，对于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至关重要。这将确保在乌克兰领土上快速维修和维护德国装备，显著提高我们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对于我们来说，向乌克兰提供有效和可靠的支持至关重要。在供应备件方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适用性和快速补充货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利用原始制造商的现有渠道和合作伙伴一起加工材料，在恢复供应链的同时，整合乌克兰的本地工业。毫无疑问，作为欧洲防务的龙头企业，莱茵将会极大程度地振兴乌克兰因战争而衰弱的工业，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